谁能想到一位车夫的后人竟能在战国的巨浪中掀起滔天风云？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赵氏家族的崛起之路。一个从西周末世走来的强族，一个将全城之名写入史书的家族赵氏。而开启这一切的是一个叫赵盾的男人。赵氏发源于西周中期的嬴姓，首先为赵父。史书记载，赵父帮助周穆王抵御西戎，平定徐国之乱。周穆王为了奖赏他，将赵城分给了他。从此以后，赵父族以赵为姓。赵父的子孙在周王室担任卿士。周幽王时传到苏代，幽王婚姻，苏代预料周王室已经无药可救，就举家来到晋国，投奔晋文侯。从此，赵氏这一分支就落在了晋国。从晋文侯到晋武公，长达近100年的时间里，赵氏一直都名不见经传。到晋献公时，赵肃率军抵御西戎，作战勇猛，帮助献公大大拓展了疆土，被封于耿。位列大夫，赵氏这才再次崭露头角。但赵氏真正的飞黄腾达，还得从赵肃的孙子赵崔算起。晋献公晚年，立即祸乱晋国，逼得太子申生自杀，公子重耳和夷吾逃亡。这时，年轻的赵崔就追随着公子重耳，此后一生都在重耳左右，为其出生入死。重耳一行流亡在外，来到自己母亲的国家敌国避难。敌国攻打戎族时，俘虏了貌美的季薇、苏薇两姐妹，把她们送给了重耳。重耳将苏薇送给跟随自己的谋士赵崔为妻。苏薇为赵崔生了个儿子，他就是威震天下、影响着晋国命运的一代权臣赵盾。重耳在敌国生活了12年，赵盾的童年是在博学的父亲赵崔和贤达的姨父重耳的熏陶下度过的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赵盾不但博闻强识，而且温和知礼。由于晋惠公的迫害，重耳和赵崔不得不将家小留在敌国，继续流亡。年幼的赵盾自此和父亲分离。后来，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，终于回到了晋国，杀了晋怀公，继承了王位，是为晋文公。晋文公复国后，封赵崔为大夫，并将自己的女儿孟姬嫁给赵崔，生下了3个儿子，分别为赵同、赵括、赵婴齐。孟姬本姓姬，嫁给了赵氏，因此史称赵姬。赵姬贤德，得知敌国还有赵崔的后人，就将赵盾母子接回了晋国，并不顾个人得失，将苏薇立为正室，自己甘当小妾。后来赵姬以赵盾贤能，且为年长的嫡子，力主让他继承赵氏宗族。赵崔历任晋文公、晋襄公，都备受信任和重用。赵崔去世后，年轻的赵盾继承了父亲执政大夫一职，后来又兼中军元帅，就这样将军权政权集于一身，成为晋国朝堂上的国君。晋襄公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正卿。赵盾执政后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章程，恢复贵贱制度，重新设立已经废除的官职，明确刑事法规，清理诉讼，追捕逃亡案犯，建立契约，清理政事中的积弊，任用那些怀才不遇的贤臣。这一治国方案得到了襄公的允许。此后，在赵盾执政的20多年里，他的这一方案一直在不断的修订。赵盾担任正卿不久后，晋襄公病逝，太子乙稿即位，是为晋灵公。晋灵公年幼不懂事，赵盾成为执政大臣，摄政晋国，这才勉强稳固了晋襄公薨逝以来的混乱局面，开始了对晋国长达20年的专权。公元前611年，在郑国的护地，赵盾全权代表晋灵公参加了与齐国、宋国、鲁国、魏国、陈国、郑国、曹国、许国的结盟会议。在会盟中，赵盾介绍了晋国的新君行使的是完全只有霸主才能够拥有的权威。赵盾第一次以卿大夫的身份在诸侯中亮相，开了臣子主盟诸侯的先河。从此以后，臣子做大，诸侯卑微，演变成了春秋时代的潮流。互利结盟时，鲁国的鲁文公会盟迟到。第2年，赵盾下令攻打鲁国，报复当时鲁文公不礼与晋。赵盾执政风格强硬，鲁文公害怕晋国的实力，于是赶紧命大夫东门襄仲带着厚礼，
来向赵盾道歉求和。东盟相众在恒永与赵盾结盟，表示继续依附晋国，赵盾这才收兵。此时晋国已是霸主，为了将晋文公、晋襄公时代的霸业维护下去，并发扬光大，在对待诸侯时，赵盾采纳大将西缺的建议，以德服人，对那些已经归顺晋国的诸侯国，将曾经强取他们的土地归还给他们，以彰显大国的德行。于是赵盾以晋灵公的名义，将过去抢占的魏国和郑国的土地奉还。这一举动让魏国、郑国对赵盾感激不已，从而使赵盾在诸侯间树立了贤臣的光辉形象，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晋国的霸权。赵盾飞升国内外，国内的老臣中却正酝酿着一股反赵的暗流。公元前618年，不甘心默默无闻的老臣们相互勾结，派刺客刺杀了赵盾的心腹。掌握着中军大权的先客赵盾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下令彻查到底。结果，涉案的老臣一个个被抓了起来，被赵盾毫不手软地正罚了。经过这次事件，赵盾彻底铲除了自己的政敌，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组建了晋国朝政的核心，三军六卿，将自己的亲信都纳入了六卿行列。晋国在中原一枝独秀，让一直想进军中原的楚国非常不满。新继位的楚穆王一心称霸，处心积虑要出师北伐与晋军一战，以报当年城濮之战的仇。但晋襄公时，晋国国富民强，楚国力不从心。晋襄公死后，晋国出现动荡，最后赵盾执政，稳定了局势。现在赵盾忙于在国内处理内乱，重组政治核心，楚穆王就趁着这个时候，向晋国的附属国郑国发起了攻击。郑穆公积极抵抗的同时，赶紧遣使向晋国求救。但此时的赵盾根本无暇顾及郑国，郑国战败，与楚国结盟。这时晋国才带着宋、魏、许四国联军去援助郑国。郑穆公不得已又与赵盾结盟，赵盾在楚军撤退后才出兵援助郑国，让楚穆王意识到赵盾此时失弱。当年夏天，楚国进一步挑战晋国，率军攻击晋国的盟友陈国。陈国指望不上晋国，只能任楚国欺负。接着楚穆王又派人去鲁国、秦国，请求他们合围晋国。秦国答应与楚国合作。第二年，楚穆王与郑国、陈国正式结盟，约定三国共同反晋。至此，晋国在南方的霸权瓦解，赵盾陷入了困境。不久后，楚国又兴师伐宋，宋国也投靠了楚国，但楚穆王忙于连连兴兵，国内大臣趁机扩张势力，终于内部爆发了内乱。赵盾有了喘息的机会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赵盾终于稳定了晋国的局面，决定重新高举争王攘夷的旗号，号召诸侯反楚，重新与楚国争霸。这时楚穆王去世，年轻的庄王继位，迫于朝中权贵势力的膨胀，庄王继位3年不理政事，假装沉迷酒色，韬光养晦。晋国人反攻的时机也已成熟，晋军整装待发。此时楚庄王心力终位不稳，有内乱的隐患，而晋国赵盾执政，政令统一，诸侯权衡利弊，又重新倒向了晋国。公元前623年，赵盾主盟，宋、陈、魏、郑、许、曹6国的国君在宋地新城与晋国结盟，使楚穆王晚年努力的结果一朝尽散。第二年，赵盾派军队攻打了坚持复楚的蔡国，蔡国战败，签订了城下之盟。公元前610年，赵盾再度召集诸侯在护地会盟，这次所有诸侯国都拥护晋国，晋国重新当上了中原霸主，压制了楚国的气焰。这期间，晋灵公已渐渐长大，胡作非为，还不听劝谏。他不满于赵盾的专权，与赵盾的矛盾日益加深，甚至派杀手刺杀赵盾。赵盾不得已离开了晋国。没多久，赵盾的堂弟赵川把灵公给杀了，并邀请赵盾回国主持朝政。赵盾回去后，命赵川去到洛邑迎回公子黑豚继位。
是为晋成公。晋成公害怕和晋灵公落了同样的下场，在继位的当年就将国政完全委任给赵盾。赵盾重新登上晋国的政治舞台后，设立了公族大夫。公族是指国君以外的同姓近亲，国君的儿子称公子，公子的后代称公孙，他们都属于公族。春秋时代，各个诸侯都有自家的公族力量。为了维护统治，团结以公职为枝叶的庞大力量，设立了公族大夫。晋国曾因公族势力太强，威胁国君统治而消灭公族，形成了晋无公族的局面。赵盾重设公族，将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兄弟赵括立为公族大夫，设立的是赵氏公族。赵氏家族垄断了朝政，赵盾稳定了在晋国的地位，楚庄王也平息了内乱，巩固了统治。赵盾和楚庄王之间的战争正式展开，晋楚争霸进入白热化。楚庄王发兵攻打郑国，并以强大的兵力威胁陈国，陈国投降。赵盾得到消息，迅速派军驰援郑国，楚庄王撤退。赵盾命晋国军队跨越郑国，继续向南，一直追到了与楚国接壤的陈国，并向陈国发起进攻。但晋军长途远征，为了保存力量，不久赵盾下令军队撤回，准备来年再战。公元前603年春，赵盾亲自挂帅，联合魏国南下攻打陈国。陈国坚决跟随楚国，顽强抵抗，赵盾无功而返。接着，楚庄王又率领楚军围攻郑国，郑国向楚国投诚。其实，面对赵盾和楚庄王的轮番进攻，郑国内部已经分裂为亲晋与亲楚两派。公元前602年，中原发生大面积旱灾，因为天灾，晋楚双方暂时休兵，郑国、魏国、鲁国先后依附晋国。这年冬天，在赵盾的陪同下，晋成公在黑壤与鲁宣公、宋文公、魏成公、郑襄公、曹文公结盟。赵盾邀请周王朝派人参加，周定王果然派遣特使王叔桓公来为晋成公会盟诸侯，锦上添花。赵盾不愧为是楚庄王一生遇到的最大的对手，一呼百应，中原诸侯联合起来抵制楚庄王北上的势头。而楚国只得到了一个陈国的拥护。经过赵盾的努力，晋国最终将晋楚争霸的主动权牢牢地握在手里。赵盾是晋文公之后，晋国出现的第一位权臣，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，推行强权政治，延续了晋国霸主的地位，最大程度地抑制了日益强大的楚庄王。他一生侍奉商朝，执政期间权倾朝野，削弱了军权，使赵氏在晋国一主独大，可以集合晋国全国的力量与楚国争衡而不落下风，堪称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雄才。